Hello， 大家，大学4年到底要做什么呢？有5件事。上一集提到关于自信跟选课方面，那我们这一集继续来聊聊接家教赚钱的部分，如何建立人脉，最后就是你的时间管理跟个人生活成长态度的部分。其实不管家境好不好，我都建议你可以在高中毕业的时候，或者是在大学期间去打工，可以是早餐店、星巴克、麦当劳之类的工作。首先它不会有学历的门槛，所以只要你有时间想赚一点闲钱，基本上都是可以的。当你赚自己的钱、花自己的钱的时候呢，感觉非常不一样，因为你有绝对的权利跟选择权，决定你要怎么花。同时你也会知道，赚钱很大一部分会包含你不想做的事，而那瞬间你也会明白爸妈赚钱的不容易。高中毕业后的暑假呢，我在某寿司连锁店当过内场。做寿司其实蛮好玩的，离职后我告诉自己每半年才能再去吃一次，因为当你知道后台的生产流程，你就会知道一盘40其实非常的贵。虽然醋饭是现做，生鱼片也每天都会进货，但很多事情跟你想的不一样。如果想知道后面的故事呢，留言告诉我，之后应该也可以拍一集来聊聊。做寿司虽然好玩，但很快的我就明显感受到日系公司的龟毛工作制度。阶级明显，对，偷偷告诉你们，就是用帽子的颜色分级 ，SOP 标准化工作规定很烦。3个月后，我就确定未来日系企业绝对不会是我的第一选择。我个人比较偏喜欢结果导向，只要我能把工作做好，不希望被规范太多哩哩扣扣的规则。藉由不同的工作体验，除了你可以在工作中学习怎么工作，你也可以去观察自己偏好怎么样的工作模式。比如说是偏向安稳的公务人员，还是有挑战但是可能爆肝的工作，那这也是认识自己的一个环节。我们太习惯去了解别人，你们可以想一想，那你真的了解自己吗？说真的，这需要有意识的去思考和观察。有时候可能是发生某事件，你察觉自己喜欢还是不喜欢，而且透过时间和不同的经历，人也会改变。那我也还在继续认识自己，所以要找出自己可以接受的方式。因为离开学校之后，你就是必须要工作，就算家里有矿的同学也是一样，不然你的小孩就没有矿可以用了。拿到第一份薪水之后呢，我带家人去吃的一间韩式餐厅，付钱的时候，那是一种很新奇又奇怪的感受。一方面呢，觉得心有点痛，一方面觉得哇，我有能力可以请家人吃饭了。你就会发现自己好像长大了，虽然还是很稚嫩，但确实有什么东西已经开始改变了。大3才开始接家教，我现在回头只觉得后悔没有更早开始接。大2开始在忙音乐系的事情，所以我给自己的理由是可能会忙不过来，所以我就先不接。其实逼一下应该是可以做到的。补充一下，我大学4年从来没有被当过，所以这种选择只适用于你可以先把自己的必修搞定，毕竟总不能没有毕业吧。除非你的才能媲美贾博士或马斯克，不然就请你好好的先把学位拿到再说。家教的工作模式呢，和打工就完全不一样了。你开始可以用自己的专业技能和才能去提供学生价值。我教钢琴、教英文、教数学。开始当老师之后呢，行业秘密一瞬间就是打开给你看。我只能说，当你坐上那个位置，你就会明白之前老师的所作所为和所想。我很快就开始思考，我带的学生们，我想带他们到哪里，看到不同高度的风景，希望他们能从我身上带走一点什么东西。但是你也知道，小孩需要被教育，所以有时候在处理家长跟学生之间的问题，远比教学来得更有挑战。毕竟他们这个时候就是客户，如何让学生喜欢你的同时，还能让他们学到东西，你才会觉得自己的时间付出的有价值。不然就算你收了很高的费用，你还是会心理上觉得，那为什么我不在家睡觉，那还比较舒服。中间也有遇过一些很机车的家长，请我指导，然后还要在旁边指指点点，或者是不理你的学生，你要怎么处理什么的。一路以来我也跟过很多个老师，那我发现最新一代老师身上呢，他们会觉得说，如果没有新药学，又加上没有很明显的天分，那尽早改变跑道对小孩来说才是比较好的选择。毕竟孔子也说朽木不可雕也，那这个时候就是训练你说话的艺术了。要如何能够传递讯息，又能够维护客户关系之经营，这件事情学校是不会教你的，甚至有一些教授可能也不会。
所以很多工作上的能力你只能边做边学。一开始就是会不小心犯错是正常，你只需要知道未来的你只会更有经验，知道要如何应对进退这种状况。就像我现在在做 YouTube， 请问一下影片节奏这种事情要怎么教？你要怎么学？这种事情你只有自己跳进湖里，你才会知道怎么游泳。关于建立人脉有多重要，我很直白告诉你，有管道才有资源，这个系统在全世界各国都适用。有句话说，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就有关系。这确实，你想一想，那在学校里最有资源的是谁呢？不外乎就是教授。他们在学术界或业界一定有比你更厉害的地方，所以他们才会坐在那个位置。而相关课程的讲师也是很好的资源。之前提到我很崇拜的老师，除了是学校教授，同时也是很多公司的独立董事。他时常邀请很多厉害的人来演讲，也才让我有机会可以认识到 C-Money 的董事长。从工作机会到人生导师，他们都可以给你很多不同的观点和机会。加上你可以观察这些在自己领域很顶尖的人物到底是都怎么做人处事的。而你想要认识这些老师，其实你只需要多问问题，多和老师在课堂上有互动，就可以让他们记得你。我真的不懂为什么你已经花钱花时间来上课，还要在底下滑手机呢？如果要睡觉的话，在宿舍里躺着不是比较舒服吗？而且我发现越有料的老师越不在乎点名，想听来，不想听走。他们也不缺这一点点的讲师费，会来就纯粹是经验分享 ，even 启发到一个人，对他们来讲也是值得。关于同学和学长姐们，基本上除了刚开学大家社交能量全开以外，很快就会变成物以类聚。相信我，因为你把你的能量用完之后呢，大家的本性就会跑出来，你也不会想为了别人而委屈自己。我就想请问他们是谁，真的很重要吗？同学一场，毕业之后大家可能再也不见，但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就是不要去骄傲，因为如果毕业之后在同个领域发展，修都会丢，不要断了自己的后路。在这边也建议大家不要找自己系上的人当男女朋友，除非你可以有自信说会稳定到毕业，不然你就只会成为大家配饭的故事。又或者说你脸皮够厚，觉得没差，那就欢迎。4年下来，我们系其实也发生很多一些乱七八糟的故事，基本上做人不要太超过就好。有些人会来问我说，我觉得我怎么看这件事？基本上我都会说啊，看得出来。我不知道我这种会下意识筛选人的能力是好还是坏，但确实因为这样，我称为朋友的人就真的比较少。那每个留下来的人呢，都能够很长久。对我来说，同学和朋友是不同的。如果问我有没有向往有自己的一大群朋友，5年前的我会说非常向往，现在的我只能说可遇不可求。因为我知道，在我完成自己想做的事情之前，我也不想要花我的时间再浪费时间。我的呆毛。那浪费时间到底有没有关系呢？我觉得全看自己。如果你今天想追求的是平稳规律，不要太多挑战的生活，那确实浪费时间是一个很好的休息。我记得之前看过一部日剧，它就是完美演绎了极简主义的想法。那个主角呢，就只花时间赚取他需要生存的钱，其他时间就只想躺着。那我觉得也不错啊，只是我躺个2天就受不了了，所以我愿意同时做3份工作，只要我能得到金钱成就感，或者是提供价值，Why not？我还年轻，原则上只要不会昏倒，我都愿意接，因为somehow我知道我在做我想做的事情，又或者是它能帮助我更接近未来想做的那件事。先不论最后到底会不会成功，我不会想太多，因为你想太多的后果就是你会停在原地，不愿意做，因为人性最怕的就是未知太多跟不确定感。社团的部分呢，我只参加过调酒社，让我知道调酒是由基酒加酸加甜组成的。那对于喜欢喝酒的我来说，知道调酒师在做什么让我觉得很开心，因为我也可以在家自己这么做。到现在我还记得有一天晚上，讲师让我们可以把自己想喝的酒喝完再离开，大家呢就是拿着一瓶叫白雪公主的 whisky 喝完才回宿舍。那在那边认识的外文系同学到现在都还保持联络。系学会、宿营跟社团呢，我们那届刚好遇到 COVID， 这边就没有太多的经验可以分享。那对于内向的人来说可能还不错，你可以跟自己说，是因为现实无法，不是你不愿意社交。最后，关于个人生活态度和成长，来谈一下时间管理。每个人一天都有24小时，至于你离死亡还有几天不知道，但确实是有一个数字在的。
平均来说，大学毕业之后呢，你只剩不到3万天，每过一天就减1，再扣掉吃饭和睡觉的时间，剩下的时间你想怎么安排呢？翘课哲学基本上就一个原则，你准备好了就去上课。如果你只是想去点名睡觉的话，那真的建议你睡饱再去，或是你可以自己读，或是同时间做出更有价值的事情呢，那上课可能就真的没有那么必要。有一些人一学期25学分，一些人15学分，我觉得都没有不好，全看你对于自己的生活态度和对于理想的执行力。4年下来加辅系，我总共修了162个学分。开完个人音乐会，还出国交换1个学期。我自己觉得有点可惜的部分就是实习经验没有那么的足够，但有足够的休息时间好像也很重要。这些学经历现在还看不出来对我的帮助，但是我相信这是种下种子的一刻，未来需要继续用水和阳光灌溉让它成长，自然某一天就会开花。恋爱学分的部分呢，我可能只有及格而已。缘分呢，让茫茫人海里的2个人相遇；时间呢，再让走近的2个人变得陌生。经营感情呢，需要天时地利人和，这件事情比读书还难，因为不可控制的因素实在太多，加上可能会根据原厂设定决定你 BOSS 的等级，心碎受伤的几率大概有99%，但是人性就是犯贱，会为了那1%去拥抱有刺的玫瑰。就算一开始你就知道你们之间只有1季的夏天，你还是会用力去感受，就像周杰伦《不能说的秘密》里面一样。确实灿烂但短暂，受过伤之后，伤口会愈合，但是疤痕会留下，而回忆会慢慢的褪色。感受过失败之后，除了相信是你的就会是你的，再来就是懂得把握当下吧。就算哪天真的分开了也不奇怪，说不定未来某一刻可能会再相遇。但是强烈建议大家先把自己的人生整理好之后再去谈感情，不然你就只是会燃烧自己，然后爆炸。今天讲到关于金钱管理、人脉管理、感情管理到时间管理，其实每一件事情都需要你有意识的去经营，那这件事真的很难，所以记得那个放空、发呆、冥想的时间也要放进你的 schedule 里面。没有提到太多关于健康管理的部分呢，是因为我们还年轻，确实可以先 focus 在往前走的路上。那还是要注意身体健康，不要真的到时候倒在医院了才在后悔，那时候才是真的得不偿失。最后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想一想，你想要创造的道路是什么，然后就勇敢的去做吧。我很期待听到你们的故事，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拜拜。